正，你此番得胜归来，第一时间到我这儿来，不怕被姐姐发现吗？若是被他发现，我就顺势休乱，也好将你和孩子风光迎进陆府，全了名分。陆云正、顾惜之，你们一个是我朝夕相伴的枕边人，一个是我视同亲人的好姐妹，居然早已背着我思乡受寿，暗通款曲。可怜了姐姐为沈家四处奔波平凡，却还是未能改变圣上诛他买命的心。如今这沈家子就跟个疯子一般四处求证，简直丢尽了我陆家的尊严，还妄想让我为沈家辩白求情。他哪里知道，沈家的罪证还是我800里家境，承到圣上案下。陆云正，去死！你找死！我沈家满门，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着你一起下地狱！沈小姐，江大人，我来晚了。正儿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定国将军府的女婿了。是爹，可爹不是已经被圣上下令处死了吗？正儿啊，以后一定要好好对待穗穗，帮我们照顾好她呀。这分明是陆云正上门提亲的那一夜，难道真是他？云珍啊，今后穗穗可要拜托你多多照顾了。我此生绝不会再嫁给他。娘，沈伯父、沈伯母，云京今日上门，所求之人并非沈家穗，而是府上的顾小姐顾惜之，还请伯父伯母成全。不一样了，上辈子的今日，陆云真求娶的明明是我，难道他与我一样重生了？小姐对陆少爷掏心掏肺，没想到他竟然将你的真心弃如敝履。小姐，我这就帮你将这负心汉赶出去。如果陆云真也一样重生归来，那这一世定要跟他好好算账。陆云真，你害我沈家满门，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着你一起下地狱！像沈家穗这种毒妇，我势必不会再娶一回。沈伯父、沈伯母，你们向来将顾姑娘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对待，我若娶了她，一样可以延续两家交情。
岁岁，今日之事确实是我对不住你，但我对你确实没有男女之情，希望你莫有执着。陆云峥，就你也配让我执着？云峥，提亲之日毁约啊！你是怎么想的？你让岁岁今后如何在京城立足啊？你此举可曾问过自己的良心？羲之温柔手里，以岁岁姐妹情深，必不会答应你。不，我一定要娶羲之，谁也不能阻拦。爹娘，既如此，那就让顾羲之过来，让他与陆云峥当面说个清楚。白霜，请二小姐到永安堂来。是。白姬，待白霜将顾羲之带走后，你从他床下的暗格里寻一处红木匣子带过来。以我对顾羲之的了解，那东西定会藏在那里。干爹干娘，岁岁，羲之，陆云峥口口声声说钟情于你，我相信你不是那种背叛姐妹、天打雷劈之人。你快快与他说清楚，让爹娘将他乱棍打出去。羲之，别怕，有干爹干娘在，你只管拒了他便是。怪我，干爹干娘好心收留我，我却惹出这等麻烦。但干爹干娘，羲之愿嫁。啊？什么？你智儿，你可不要委屈了自己啊！陆永楚曾是我的部下，他如果纵肆毁约，我一定饶不了他。不，两家交恶不是羲之愿意见到的，便让羲之嫁过去，让这场纠葛止于羲之一人吧。顾羲之演技太好，爹娘甚至前世的我都对他百般信任，还好我有铁证，定能叫爹娘看清顾羲之的为人。小姐，总算来了。白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老爷夫人，你们都被顾羲之给骗了。我本是去帮小姐取件披风，没想到在桌上发现了这些信件，奴婢一瞧才知，二小姐早就跟陆云峥暗通款曲了。什么？沈家这个武功竟如此好。上一世因为陆云峥的一句不喜，我隐藏武功多年，如今倒是能用了。陆郎所书所赠，羲之珍惜万分，不敢负郎君一片真心。你们竟然！这两个没狗和思想受臭的无耻畜生！来人呐！这两个表里不一的祸害，给我赶出将军府！不用赶，我们自己走。羲之放心，我这就带你回陆府，禀告爹娘，许你正妻之位。好，云峥，我随你去。白姬，送客。凑巧今日将军府正门坏了，记得让二位从偏门出去。是，小姐。陆少爷，小姐请吧。沈家岁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若你被退婚的消息传遍整个京城，我看你如何自处。祝二位永结同心，
百年好合。将军、夫人，这是荣亲王府送来的赏花宴拜帖。陆云珍就是在赏花宴后被调去精卫所做了白狐，从此平步青云，重活一次。臣女沈家穗参见襄王殿下，参见皇孙殿下。沈姑娘请起，今日闲游，不必拘礼。这糕点很好吃，我正要带给母妃的。沈家姐姐要不要尝尝？好吃。王叔，我们快去找母妃吧，别叫母妃等急了。好，我们走。皇孙殿下的母妃便是当今太子妃，前世太子妃就是在这次赏花宴上自尽的。可惜皇孙殿下还这么小，就没了母亲。是你，沈家穗。像你这种忘恩负义、逼走孤女的险恶小人，就不配出现在荣亲王府的赏花宴上。赵姑娘身份尊贵，恐怕是第一次做别人手里的刀吧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府上有陆云珍和顾惜之私相授受的书信，赵姑娘若是感兴趣，我回去便命人抄录成集送至府上，如何？只是恐怕不堪入目，污了赵姑娘的眼睛。书信可以随便捏造，谁知是真是假？你这般坏人轻语，是要将羲之姐姐往死里逼吗？你也知道毁人轻欲是将人往死里逼，那赵姑娘今日不问缘由便前来诘问，何尝不是想逼死我呢？你还怪会搬弄是非？本姑娘不想跟你废话，来人，将沈姑娘请出荣亲王府。仅凭捕风捉影之事就要动手，赵姑娘此举实在不妥。沈小姐，我来晚了。江大人，别来无恙。江大人，别来无恙。家父曾为圣国立下汗马功劳，终于圣上，沈家实属冤枉，其证据全是伪造，还沈家一个公道。沈家真的是冤枉的，望圣上彻查。她的身影跟梦中的女子好像。沈小姐，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？不曾，这一时还不曾。求江大人帮我沈家满门清白。朗朗乾坤，朝朝日绝。公道存心，不容蒙尘。断案除冤乃我分内之事，你不必来请。江大人是个好官，上一世只有他肯为沈家奔波平反，这份恩情就算他不记得了，我这世也要好好报答。江大人，这是也要来多管闲事吗？沈陆两家退婚之事，真相尚可未知。赵姑娘怎能仗势欺人，随意欺负沈小姐？多谢江大人仗义直言。还能有什么真相？
羲之姐姐的品性我最是清楚，她绝不会说空穴来风之事，是吗？可分明是陆云峥移情别恋在先，又与顾羲之暗度陈仓，私下书信往来多年。上门提亲那日，也是陆云峥贸然悔婚，才害我名声扫地。不可能，休要胡说！我胡说？若非我爹娘感念上一辈的恩情，又怎么会给他们二人留最后一丝体面，隐瞒至今？诸位若是不信，此刻便可将顾羲之寻来，与我当面对质，好还大家一个真相。来人啊，快来人！这里有窃贼！来人啊，这里有劫匪！要逍遥法则。窃贼在这儿，快抓住他！沈小姐，沈小姐，别快！我要控制不住自己了。大人，糟了，我这样若被人看见，会害了名声。如何？那窃贼撞上强人自强了，一墙之隔发现东城指挥司的副指挥使陆云峥，他带着人在墙外盘问了许久。沈家的罪证还是我800里加急，承闹圣上暗想。你找死！去死！大人小心！怎么？人间任何人进入。还有，一会儿让陆云峥来见我。沈小姐，陆云峥，这老天，我要你偿命！沈小姐，在下江雪。江雪，江大人，谢谢你。若只是退亲，沈家虽不至于说出要陆云峥偿命。陆云峥与沈家有何深仇大恨？陆副指挥使，我家少爷在里面等。下官东城兵马指挥司副指挥使陆云峥，参见江大人。陆副指挥使，可知今日荣亲王府出了事？下官方才听得府上有刀割碰撞声，却不知其中详情。府中进了窃贼，已经伏住。什么窃贼？多半就是那人安排的劫匪。下官巡城不力，请大人降罪。今日之事防不胜防，陆副指挥使何罪之有？不过也是天意使然。陆副指挥使不偏不差就在那堵府墙外，想来今日就是府卫失利，你也定能将那贼捉拿过。怪我太急功近利，若是被这个刚愎固执的江巡盯上，日后再想跟贵人签生前可就难了。陆副指挥使，你怎么了？大人过奖了，能为大人分忧是下官的荣幸。下官告退。去吧。这陆云真有问题。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！快带我过去！你们干什么呢？妹妹，你听我解释。怀之妹妹，你误会了，你们当我瞎了吗？顾羲之，你真是恶心又虚伪。还有哥哥你，朋友妻不可欺，你这样对得起云峥哥哥吗？今日之事，我一定会告诉爹娘的。云峥，世子，
我有话头，岂止少，还请你一讲。云峥，你莫要误会，我和世子清清白白，未曾越矩。云峥，难道你不信我了吗？羲之，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确实也是我心甘情愿的，但我希望你别让我觉得这一切不值得。云峥，陆云峥动摇了，他后悔了。我不允许，沈家碎，你和沈家都只能做我的垫脚石。王爷。机会来了，我手上的东西若能直接与他做交易，不必攀上荣亲王府，就能置沈家于死地。沈家穗，你就是我荣亲王府的大恩人，请受我一拜。不必如此，臣女当不得这一礼。沈家穗，那贼人竟做了2手准备，命人将襄王殿下也领去了内院。若提前被发现，就说太子妃与下人私通，襄王和太子妃一起被发现，我荣亲王府满门灭族也不足以赎罪。什么？若真如此，太子妃和襄王定活不成，而小王虽有如此劣迹斑斑的母妃，日后也休想再继承皇位。所以是瑞王策划人妻。谢谢，今日府中繁忙，就先将你请走了，你可要好生休养着。臣女多谢赵姑娘关心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那些贼撞上羌人自强了，一墙之隔发现东城指挥司的副指挥使陆云峥，他带着人在墙外徘徊了许久。想必上一世陆云峥应该就是凭借捉奸夫上的位，没想到误打误撞毁了他的青云路。沈家暂时安全了，就是不知陆云峥想攀附的是瑞王还是襄王。依照陆云峥的性子，他必定会卷土重来。那接下来圣经可还有什么大事件？得仔细想想。糟了，我怎么忘了这件事？江大人，江大人，小姐，昨夜安阳伯府出事儿了，江大人的母亲和10几个下人葬身火海，尸骨无存。听说涉及巫蛊之事，也太邪门了啊！前世安阳伯府是在10月15出的事，不剩几天了。沈小姐，何事如此匆忙？江大人，人心难测，暗箭难防。比起看着天之骄子扶摇而上，或许有人更希望看到您跌入泥潭，永无翻身之日。多谢沈小姐的提醒。我知江大人向来谨慎，不会轻易踏错。还请您回去后多注意您的身边人，您的良师、好友，甚至亲人。今日之言实属冒昧，但民女只希望江大人步步无恙，方能为民请命。民女告退。我的提醒定能让江巡提高警惕，但也可能会暴露重生之秘。可前世江巡与沈家的恩情，我不能不报。他好似能未卜先知，看来他和陆云峥都有。
今夜便是10月15日，也是献怀太子后13年的会晨。难道那人的目标是想借安阳伯夫人的手出圣上的逆鳞，好置江巡于死地？阴差阳错，只害死了江巡的母亲。小姐，安阳伯父果然购置了大量符纸，好似要做什么法事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一切还是无法更改吗？不行，我要亲自去一趟安阳伯府。时辰快到了，赶紧点睛了。安妈妈，你说，若寻儿的魂回到身体以后，那她的魂会去哪里？若寻儿少爷回来，或许他就变成孤魂野鬼了；若他不走，寻儿少爷何尝不是孤魂野鬼呢？要知道，他已经沾着寻儿少爷的身子10年了。没错。他就是一个恶魂，寻儿的身子，他就该死。需儿，需儿，你快回来，亲姐姐。住手！何人？我找寻儿，寻儿，寻儿，寻儿！江巡死了。石小姐，江巡没死，那安阳伯夫人为何这般？都怪我！都怪我，怎么会如此啊！沈小姐，多谢。安阳伯夫人身边的奴婢多半被收买了。我进来时，他正在替换人偶上的生辰八字。以巫蛊之术咒害已故献怀太子，诛九族都是亲的，夫人怎敢为风？住口！江大人，不必担心，我自有防备。北风，护送沈小姐回去。北风，安阳伯夫人为何会供奉江大人的王生牌位？因为少爷儿时是个痴儿，10岁那年突发高热，不知怎的开了心智，从此聪慧异于常人。夫人接受不了少爷的改变，一直觉得少爷死在了10岁那年。一场高热就能让人性情大变，判若两人吗？我都能有重生的机遇，江巡会不会也同我一样重活了一回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御林军把伯府包围了，说带走少爷，老爷被扣进宫里了。哼！贾诩，逆臣之罪！微臣知罪。圣上别查，臣妻失了神智，这些年常有些怪异荒唐之举，恐是被贼人钻了空子，想陷害犬子江巡啊！王爷爷，先生教导100多年，
先生是什么人？叶儿最清楚不过，叶儿也觉得先生绝不会伤害父皇。父皇，江大人人品贵重，应该不会犯下这种混事。是啊，父皇，江大人在朝中有口皆碑，此事理应明察，切莫冤枉了江大人。江雪，朕倒是小瞧你了，竟然让这么多人都为你求情。圣上，微臣已被不足道之身牵连太子殿下，实在愧悔无地，死不足惜。但贼子丧心病狂，不可饶恕，请圣上传话仁政，凭今日之事为殿下做主。来，圣上，都是这僧人让奴婢做的，他以奴婢的儿女性命威胁奴婢，奴婢实在没有办法，请圣上看。哼，带下去！老爷，少爷，救救奴婢！和尚，你是受何人指使？是他。父皇，儿臣是冤枉的。你这秃驴，你有何证据证明是本王指使的你？不是您呐，那就是这位王爷了。胡乱攀咬，胡言乱语。父皇，此事与儿臣绝无半点关系。大胆，还不从实招来！我只是拿钱办事罢了，我哪知道那生辰八字是先太子的？反正那人就是要将寻死，刚刚乱指一通，我想着行这个刀子一死，叫个王爷给我陪葬也好。说的不错，挑拨我兄弟二人关系，当真是可恶之极。圣上，崇国公求见，是问巫蛊一事而来。哼哼，有趣啊！朕早让人封锁了消息，这崇国公是从何处知道巫蛊一事的？陛下，前几日江大人抓了崇国公的孙子送进诏狱，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一定就是这崇国公啊！既如此，就不必见了，立刻发落诏狱，择日问斩。这幕后之人当真高明，竟还安排好替死。前世没有我的提醒，江巡也躲过了这一死劫。但安阳伯夫人却依旧丧生苦海尸骨不存，她是被人灭的口吗？他是自戕。北方，快回去！走水了！快救火！快点！快救火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快救火！快点！快点！快救火！前世沈家满门皆因我而死，我愧悔无地，恨不能以命换命。若安阳伯夫人身死，江巡恐怕会同我一样，自责到无以复加。多案出言乃我分内之事，别来请。他假邪如同天上月，是我前世唯一的救赎，我绝不会让他有半分不祥。江大人，得令，伯府捉奸如火光冲天。给我一匹马。夫人，你可千万不要出事情。快，也给我一匹马。安阳伯夫人呢？夫人去湖边了。夫人，快看看还能救吗？江大人，雪儿，快为母亲渡气。夫人，夫人。夫人，这是什么救助之法？我竟为所未为。夫人，你醒了，夫人，你醒了。还好救回来了，
北风，我先回府了。沈小姐，我送你。不必了，伯府还需要人手，我一人足矣。你不跟少爷打声招呼吗？让他好好跟家人团聚吧。我先走了。岁岁，好久不见啊！滚下来！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？陆云真，你我早已同情，请你自重。岁岁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陆云真，你是以什么身份？又有什么立场来过问我的去处？不一样了，这一世太子妃通奸一事没了，安阳伯府也没因误案遭殃，次沈家翠都在，难道他也重生了？岁岁，你不是一直都想嫁给我？现在，我给你个机会。给我机会？那顾惜之怎么办？羲之自然不可能受委屈，你们二人必定平起平坐，可以一同进府。无分大小。陆云真，你凭什么觉得我还想嫁你？我爹娘早已给我另谋了亲事，你就死这条心。怎么可能？是谁？是谁？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？江巡。想要打消陆云真的疑虑，只能先借用一下江大人的名了。不让他知晓的话，应该也无伤大雅。没错，那日在赏花宴上，我就已经与江大人相看过，我对江大人很是满意。否则，你觉得我今日何以出现在此？不，沈家虽是我的人，怎么能另嫁他人？所以陆云真，从此我们男婚女嫁，不可思议。又要在你这身。沈家岁，你是在欲擒故纵吗？还是你觉得嫁我不成，所以饥不择食，连江群那样人都嫁得？不知在陆副指挥使那里，本官是怎样的人？江大人，岁岁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们只是暂时的交好，但是也没有你横插一脚的道理。还有这外号，江大人不会不知道，这是你的女儿吧？你外头风大，上马车吧。陆副指挥使，依我大圣律法，退婚之日起，嫁娶两不相干，没有暂时退婚之说，亦没有退婚后纠缠不休之理。且副指挥使三心二意在前，背信弃义在后，昭允将军教子无方，检举信，本官明日便会送御史台。江大人，你这是要公报私仇，徇私枉法吗？陆副指挥使，本官与你无冤无仇，何来公报私仇一说？至于徇私枉法，本官方才所言，哪句不属实？若父亲当真因我被弹劾，我就更难带着羲之回府了。不，我不信江巡当真悦沈家岁。江大人，沈家岁只会舞刀弄枪，粗鄙鲁莽。滚！江大人，做人莫要太轻狂，一切都还未有定数。守将军，再来与你算账。有人挡在身前出头的感觉还挺好的。江大人，小姐，多谢。
江大人，刚才我所说的相看一世情，在下知晓，皆是权宜之计。快上车吧，没有着凉了。我假装心不嫌弃，不去看你的眼睛，可是泪已承蒙沈小姐之恩，救我母亲于危难，请受修职一拜。江大人，是我要谢谢你的。忘掉对错说怎么恰巧就被江大人听见了？江大人不会误会我对他有意吧？小姐还在想那事儿呢。要我说啊，像小姐这么好的女子，江大人未必看不上。白姬，你不懂，江大人是天上月，只可远观，我配不上他的。凡事都有个万一，万一这江大人真的愿意娶小姐呢？江谁愿意娶我？娶你。不可！这是对江大人的亵渎。再者，马上解忧长公主的接风宴上，江巡就会被指婚给安宁郡主。对了，小姐，听闻昭永将军被御史弹劾了，发了好大的火呢，还对外说，如果陆云真想要带顾惜之回府的话，就得先从他的尸体上面跨过去。以陆云真对顾惜之的执着，他定不会轻易放手。可他现在一事无成，一定会更加急迫地想跟幕后之人联系。这么看来，最近的一次机会，就是长公主的接风宴了。惜之，今日长公主的接风宴，你不能同去，委屈你了。我此番定能入了贵人的眼，从此平步青云，带你过着好日子。听说南郊御苑有一片极出名的腊梅岭，你可否为我折几枝腊梅回来？当然。我去了。云章，你莫要怪我。臣女沈家穗见过长公主。穗穗，你终于来了，这位就是宁儿。臣女沈家穗见过安宁郡主。你就是沈家穗。怀真姐姐把你夸得天花乱坠，说你武艺高强，力大如牛。可本郡主瞧着你小胳膊小腿的，也不像有大力气的人。来人！这是我越国女猛士的弓，你若能拉开，本郡主便敬你3分。沈家穗，你敢吗？沈家穗，你敢吗？怀真姐姐。你口中的沈家穗也不过如此。安宁郡主，只是拉钩有何意思？不如我们上场一比，让我也瞧瞧女猛士的威风。果然是把好弓。哎呀，有人挑衅你，你如何说？可沈家穗，你若胜了阿雅，从此往后，本郡主便唤你一声姐姐。安宁郡主想怎么比？本郡主今日择婿，愿意表现的定不在少数，正好叫本郡主试试他们的胆量，就比射靶子，以人作靶，恐伤人性命。愿打愿挨，你们点到为止即可。那好吧，穗穗。量力而行。本郡主与沈家小姐打了一赌，需要活人当靶子，有人可愿意？
少爷，你应该不会对沈小姐有意思吧？瑞芳，谨言慎行。如我这般举步维艰之人，谈何成家？况且我配不上他。有谁甘愿做榜？我来。此人是谁？为何他一来，大家都看上了沈家小姐？这陆云真是烂人一个，穗穗之前还被他退过亲，他还真好意思。我要是穗穗，定一箭给他射个对穿。我这般毛遂自荐，既能出风头，沈家虽也不敢伤我。他若伤了我，旁人定会觉得他小肚鸡肠，惯会公路私仇。安宁郡主，这个人就交给臣女吧。有趣有趣，还有谁可愿意？如果是他的话，我愿。少爷，往年将军从来不凑这些热闹，难道他也是奔着宁儿来的？前世分明是安宁郡主先看上的江巡，但到重生后发生了改变。这一世，江巡先喜欢上安宁郡主了。好，就你了。前世你不惜抗日都不愿娶安宁郡主，你此番定是为了沈家穗。比赛开始。穗穗，这女猛士剑法精湛，你有把握赢她吗？若是怕了，认输便可，莫要因逞能害了他人性命。安宁郡主放心，臣女心中有数。沈家穗，你怎么可以爱上旁人？上辈子我就应该同意约法，这样便是完完全全的战役。若猛儿受惊，高阳前提，那原本应该射中舅舅的箭，定会直接射中江水吧？有没有哪里受了伤？没事。若是我的剑在晚上一射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我这是怎的了？方才竟想光明正大、名正言顺地拥她入怀。刚才那支箭差点伤了江大人的性命。若江大人众目睽睽之下身死，得闯出多大的祸啊！江大人，你受伤了？今天擦伤了些，回去就上药，不碍事。江大人，没事吧？免礼。他人若是死里逃生，定不能像你一般从容。你很厉害。灵儿，八成真是看上江巡了。当然，最厉害的还得是沈家小姐。阿雅说她输得心服口服。本郡主说话算话，从此往后便唤你一声嘉穗姐姐。那臣女便斗胆答应了。不过臣女倒是好奇，这马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受惊呢？确实，接日用马皆是医院精心调教过的，不应该出现如此性意外才是。我射出的铃铛打中的是美丽，根本看不出来。沈小姐，不必上前。今日绣球全部铲了铃铛，马身又无伤痕，看来是无法指认，亦无法定罪。这陆云峥当真是个卑鄙小人，恐怕是内外听说我心悦江巡，才故意为之。今日我出尽风头，消息定会传入贵人耳中，这下贵人总能瞧出我的价值和能力。沈嘉穗，你疯了！沈小姐这是在为我出气。沈小姐这般耀眼，灿烂如骄阳，我好想夜日忙，烛光行。诸位见笑了，我这人睚眦必报，不射这一箭，心里属实不痛。2辈子加起来，沈嘉穗都不曾为我做过什么。你副指挥官今天出尽了风头，还是见好就收吧。宁儿，朕之前答应过你，让你自寻一个如意郎君。今日你可有细细看过呀？皇舅舅，今日当属昭永将军府的陆公子与大理寺少卿江大人的表现最为亮眼。难道安宁郡主看上我了？陆家陆公子，你上前来，让朕看看。果然是气宇轩昂。修直，你也上前来。宁儿，陆公子和修直哪个更符合你的心意？朕今夜给你做主赐婚。圣上，臣并未。修直，朕没问你。宁儿，你说谁更符合你的心意？臣深感荣幸。陆公子
虽然武艺高强，但据说与人相思授受，还无理退亲。这样的人，本郡主是无论如何都瞧不上的。宁儿，慎言。客敦，宁儿哪里说错了？在越都，男子言而无信，临时悔婚，可是要受鞭刑的。这陆云峥方才迫不及待想要谢恩，结果人家压根没看上他。他不是在府中藏了一名小娇妻吗？没想到却如此的自作多情。我与安宁郡主无怨无仇，他为何又当众戏弄我？定是因为沈家碎。孽障，还不滚回来！在这里丢人现眼不成？爹难道不知安宁郡主这些话几乎毁了我的仕途和将来？他为什么还要当众斥责我？等着吧，我一定会证明自己。皇舅舅，江大人之名，宁儿在归京途中就听说了。今日他临危不惧，宁儿悉数瞧在眼里，别无二话。不若您就将江大人许给我。圣上，圣上，所有罪责皆在微臣一身，还请圣上饶过犬子吧。宁儿，你先坐下。不知安阳伯所言是何罪责？回圣，有人到府中通报，说圣上我重追巫蛊之案。皇兄，这江大人确实是人中龙凤，但到底是和宁儿差些缘分。这赐婚的人选，皇兄可否容臣妹再仔细斟酌一番？宁儿的终生大事，自然不必着急。客敦，我就要江大人。住口！这样的婆家如何要？圣上，是微臣父子殿前事宜，扰了圣上雅兴，但还请圣上应允，由微臣代父受洗。明日你自去领罚。这安阳伯当真把自己儿子坑走，到手的青石都黄了。雪儿，爹是不是又给你坏事了？爹，无妨，儿子送你回府。难道陆云峥打算直接去寻幕后之人了？什么人？参见王爷，下官陆云峥有话有禀。赵怀香，所以害我沈家软门的人，其实是襄王。王爷，赵怀香，一个无权无势又无外家支撑的王爷，为什么要陷害我沈家？而且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劳烦大人，敢问沈家一案进展如何了？罪臣之女，莫要玷污此地。江大人，沈家一案进展如何了？证据确凿，
究竟是什么证据，能让爹爹也百口莫辩？王爷，江巡新月之人，乃是臣先前的未婚妻沈家贼。今日安阳伯大闹晚宴，或许正是江巡自导自演。这一闹，反倒让他不必再冒险抗旨拒婚了。王爷，下官自知失言，先行告退。只是希望王爷对江巡提高警惕，莫要被他利用了。本王知道了。这世间除了我，再无人知晓江巡原本是要拒婚的。方才我对襄王说的这番话，就是我的投名状。这安阳伯分明是本王叫人引过来，好你个江巡，居然将计就计，利用本王！什么人？给本王抓活的！是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凝望那一个人，一出梦，再别无所恋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江大人，你相信前世今生吗？相信。若我说我上辈子就见过江大人，上辈子我是在大理寺门口遇见的江大人。沈小姐，是你有何冤屈？你为何要哭？江大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梦见了你，梦见你流泪了。那不是梦，江大人，你永远不知你对我是有多么重要。碎水，离开这儿，好好活下去。午时已到，行刑。
娘亲，是你们来接岁岁了。沈小姐，你已真心托付，可江某却有负所托。无论缘由为何，是我失言，是我无能，请容江某在此向沈小姐与沈家满门冤魂请罪。江大人，你走吧，谢谢你。沈小姐，我知道很难，但还是想请你好好活着。江某会继续前进，哪怕撞个头破血流，身首异处，一定会将真相与清白还给你。江雪，你之于我是明月，是清风，是救赎。数次见面，数次相处，沈小姐之于我，如明灯暖阳。我对沈小姐一时倾慕已久。啊，我先回府了。我送你。今日是我自私，擅自在沈小姐面前道明心意。沈小姐不必放在心上，秀芝自知前途未卜，万不敢将沈小姐牵扯其中。江大人莫要这般说，江大人梦中的一切，皆是我前世的亲身经历。沈家不日便要遭遇灭顶之灾，即便江大人不愿牵扯，沈家也早已深陷局中。难怪沈小姐提及的前世，我数次午夜梦回过。原来沈小姐所行之路，同我一样艰难。为保沈家，我必须找出幕后之人，否则将会重蹈前世的结局。因而，我也是自私的。还未摆脱必死的既定结局，就将心事告知了江大人，给你徒添了烦忧。沈小姐，不是烦忧，是欣喜。欣然沈小姐愿意与我交心，喜悦我能同沈小姐的命运纠缠关联。沈小姐，若将来终有一劫，你不必独自面对。我愿为沈小姐手中利剑，背后成功，倾尽全力，助沈小姐心愿得偿，护沈小姐岁岁长安。江大人，沈小姐，今日秀芝私下斗胆向沈小姐剖白心意，也是冒昧之气。秀芝不敢再坏了规矩，现下便问问沈小姐，秀芝是否有这个资格？从今往后，朝暮成双，寒暑共舞，与沈小姐岁岁长相见。
兜兜转转，朝花夕拾，却已迟。寻寻觅觅，醉生梦死，又一世。还记得前生梦事，与眼睛无词，恨对面不相识。沈小姐不必理会我的，今日是我太过心急，太过唐突无礼了。不，若余生共度之人是你，我愿。当真？从今往后，我愿与君风雨成双，甘苦共舞，岁岁常相伴。所以，去向我爹娘提亲吧，江大人。就这。北方，交给你的都没忘吧？少爷，属下自然没忘。您教给属下的那些急救的法子，属下都会了，也按照您的吩咐交给铺子下面的郎中和药头。对了，还有您给属下画的那些刀子，手术刀。对，手术刀，属下都叫能工巧匠打出来了，但是怎么用呢？这个不急，到时候先拿我瞧一瞧，没那么简单的。少爷，您问这些做什么？给你们未来少夫人清点家产，明日陪我去定国将军府提亲。启志，不要的腊梅，这可是南郊御苑最好的腊梅汁。当然，我带回的可不只是腊梅汁，还有翻身的希望。云峥应该是成功见上襄王了，如此看来，可以着手下一步。江大人，这是何意？晚辈早就听闻府上家风清正，今日斗胆登门，还望沈将军与沈夫人垂怜，许晚辈与沈小姐弟两性之好。你可是真心的？天地可鉴。江大人，你的处境过于艰难，很难给岁岁带来安稳顺遂啊。但我知你今日前来，定是得到了岁岁的首肯。你既是岁岁心悦之人，那我们也没有阻止你们的道理。我沈征盛可以答应你今日取走岁岁，但是有一事也请你答应我。倘若有一日我们沈家当真满门覆灭，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替我们守住岁岁。爹娘，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们。女儿昨晚做了一场梦，梦见了未来之事。既是岁岁所言，那我们得信。好在上天垂怜，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。这一世，我定护爹娘周全。请沈将军放心，沈小姐至于修止，高于生命，与信仰同在。好，好。阿雪，今日中午留在生父永福山吧。岁岁，阿姨，你真的来寻我了？我自然是要来的，便是迫不及待，一刻也等不了。那日有些事情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前世沈家今日入血，玉簪入喉，这便是前世我与陆云峥的结局。
雪，你说，到底是什么样的证据，才让爹爹都百口莫辩？是亲笔信。亲笔信，可爹爹是不可能做出通敌叛国之事的。若是极亲近之人刻意模仿，真假难辨。顾惜之，岁岁，若是从自己反击，便是无忌；若要破局，直接从人入手。既然顾惜之才是置沈家于死地的关键角色，那我们便根据他找到幕后凶手。岁岁，我可以帮你。阿雪，谢谢。岁岁，我其实也要向你坦诚一个秘密，和你重获一世一样玄妙。我并不是原本的江勋。阿雪，难道你……我来自千年后的异世，来自一个战火纷飞、山河破碎的时代。可惜，我还未曾看到山河收复天下一统，还不曾看到和亲海晏、国泰民安，便突然穿越而来。一定会的。山河收复，天下一统，和亲海晏，国泰民安。阿雪，你想看到的一定都会实现。岁岁，相信我。我信你。你口中的那个民族一定会屹立不倒，繁荣昌盛。你口中的爱国志士定会与爹爹和圣朝的无数将士们一样，在烽火连天当中前赴后继的守护着家国的四海升平。岁岁，我何德何能迎娶这么好的你？听说了吗？沈大小姐跟江大人大家定亲了。沈家小姐好像是江副首领的妻子。是啊，沈家小姐如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，让咱们副指挥使还在接风宴上出了个大丑呢。沈家孙，你陈又真的嫁给江雪？王爷不该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啊！都过去5日，他为何还不派人来找我？陆副指挥使，何事？副指挥使，必是奉贵人之命捎来一信。前世赏花宴后，我正式转去经纬所当了百户，而后步步高升。看来那日在腊梅林的话，王爷确实听进去了。沈家岁的喜好我清清楚楚，今夜是秘密都会，想要后拒他并不难。沈家岁，你且等着，我会让江巡彻底咽气。阿雪，哇，好漂亮的灯啊！送给岁岁。阿雪，这个灯不会是你自己做的吧？希望岁岁喜欢。阿雪，我喜欢灯，喜欢做花灯的人。我给这花灯取了个名字，唤它岁岁欢，愿我的岁岁欢喜一生。阿雪，好看吗？好看。
10分都对。恭喜连月小姐夺得揽月迷头筹，恭喜啊恭喜！莲叶，羲之。阿徐，你先去茶楼等我，你照样同呼吸之算。小心为上。何人如此无礼？羲之，好久不见啊！岁岁，你跑什么？咱们姐妹数日未见，你不想跟我叙叙旧吗？岁岁，我听闻你跟大名鼎鼎的江大人定了亲，恭喜你啊！你我从前是云泥之别，时至今日依旧没有。岁岁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保证从今往后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。你能不能让我走？羲之，你不是知错了，你是怕了。像你这样野心勃勃、自私自利、心思敏捷却又恶毒至极的人，是永远不会知错的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让你也尝尝我所经历的切肤之痛！嘉穗，怎敢动我的手？右手会模仿笔记，至关重要啊！江大人，岁岁呢？不请自来，这就是陆公子的教养。想必江大人是第一次来到此生，这个位置我已经坐了6、7年，每次岁岁同我出来，都会约在这里。但这个位置以后是我的。我不欲跟江大人逞口舌之快，便开门见山的说了，我今天特地前来，便是希望江大人等主动放弃这门亲事。我与岁岁同为将门，切磋比试，练习武艺，感情深厚，远非比寻常夫妻。岁岁夫妇要比江大人想象的亲密熟人。区区肌肤之亲，于我和岁岁之间是再寻常不过的了。若是江大人不信，可以去问问岁岁，他的左肩上是否有一块红色胎记？陆云章，这就是你的手段，简直低劣卑鄙，有无趣之极。昏俗，难道你就一点都不在意我和岁岁之间，除了夫妻之间该干的事情，我和岁岁早已亲密无间。这世间女子本就简单，偏有如你这般卑鄙之人，拿女子的清白来戏说弟兄。先不说你线下谎话连篇，女子的真善美本就不该被世俗的清白束缚。这亲，江巡结定。江穗，怎敢断我的手？羲之，所以人家穗摆弄。对了，羲之，你还记得那日你离开神府时我说了什么吗？祝二位永结同喜，百年好合。我就是嫉妒我抢了云峥罢了。
你错了，我是真心的祝福，因为我早就看透了陆云峥的劣根和不讨，这亲我早就想退了。我不愿意背负撕毁婚约的骂名，故而发现你们二人私相授受，所以我就暗中推波助澜，收集证据。虽然你帮我解决了陆云峥这个麻烦，但是你确实背叛了我。所以那日在赏花宴上，我故意借机散播你那边的事情，果然让你颜面全无呢。难道我一直被沈家岁玩弄于股掌之间吗？为何要逼我至此？因为嫉妒我，你抢走了我爹娘一半的宠物，陆云峥全部的柔情，我怎么会留你这样的祸患在身边？哦，对了，那日在赏花宴上，你是与那贵人搭上了线，想要陷害我们夫妻。怎么可能？他连这个都知道，竟被我扎对。若是陆云峥知道你早已攀上了高枝，还想要踩着他往上爬，会是什么心情呢？羲之，陆云峥就在这儿，太好了，那我现在就去告诉他。你说他会不会一怒之下失手杀你？陆云峥，我有话同你讲。羲之，你没事吧？谢谢。沈家岁，你怎么敢对羲之下手如此狠毒？你好歹毒的心肠！陆云峥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刚才他突然要偷袭我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是不是？此话不假，确实是这位女子先出手伤人的。你不问他为何突然出手伤人，却要怪我这个无辜之人。一皮糙肉厚的，受点皮面伤损什么？羲之可是万古忌断，整个右手都废了。他突然偷袭我，难道我还要受着力道？而此刻我早已倒在血泊当中了。云峥，我好疼，你能否先去带我看看郎中？好。沈家岁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带你去疗伤。沈家岁，今日是你逼我的，别以为毁了我的右手就能高枕无忧了。至此，定要亲眼看着你沈家满门覆灭。北风，少爷，酒精已经备好了，去吧。酒精是何物啊？酒精是我做来消毒用的，有点疼，你忍忍。什么？顾羲之在簪子上下毒了？不是，我指的是清创除秽，伤口没有毒。岁岁，以后莫要再拿自己的安危做赌了。阿邪，我心中有数的。阿邪，你上辈子是学医的吗？我曾经远渡重洋，学过一段时间医技，想着救死扶伤，报效祖国。但后来战争爆发，我半途归国。再后来，我便来到了这世界。
我的一切便无用武之地了。阿玄，我已经在尝试发扬一些可以用于这个朝代的仪器，也算是学以致用吧。好了，这段时日，莫要用力，莫要碰水，我每日都会来府上给你还阳。阿玄，遇见你，我三生有幸。岁岁，该说三生有幸的是我。希之，你醒了，感觉如何？我的手是不是？希之，你还有我可以做你的右手。云峥，谢谢你对我这么好，可惜我如今已无法回头。你先休息，我去一趟指挥所。只能联系相坊爷，找最好的御医来给希之医治了。陆副指挥使，范请将这封信传给贵人，10万火急。陆副指挥使，请放心，属下立刻去办。这是陆云真让属下传来的信。这陆云真对顾惜之当真是情根深重，居然想请御医帮他一手。他若知道是我们在同他联系，怕是要气炸了。他既是重生归来，岁岁上次又在信中提到，会让他入职前世一展宏图的精卫所，应是对与他通信之人是相往，深信不疑。这顾惜之被我断了手腕，定会狗急跳墙，更加急迫的想要跟幕后之人联系。正好，让陆云真帮我们查查。这姑娘这腕骨已经碎裂成谜，在下医术肤浅，无能为力啊。贤侄，至少我让他这般痛。羲之一向深入简出，除了我，从不曾与其他人联系，何来良医？手还疼吗？敷了几次药后好多了。那今日换药，我陪同你去吧。不必了。为何？云
云峥，你公务繁忙，你以事业为重，我还等着你成为少将军，为我争诰命呢。若羲之真有途径求来良医，为何要隐瞒我？不行，我要跟去一探究竟。老先生，您看小女子的手，姑娘，你这手确实不成了。老夫所用皆为御用之药，却没想到只能让姑娘病情不再恶化。想要恢复如初，比登天还难了。麻烦老先生。御用之药，贵人让我带一句话给你。让小姐加快手脚，莫要让贵人久等了。老先生，还请敬告贵人，3日后大昭寺，羲之恭候贵人大驾。顾羲之背着我跟贵人做交易，却从未想过拿着号手来帮我。我一心为他，悔婚又叛出家门，困顿至此。他竟早就跟我离了心。云峥，今日怎么回得这么早？想到你今日换药，不幸当值，便提前过来。你还不应晚膳吗？我在弄香斋，给你带的药。快，趁热吃了。怎么了？是不好吃，还是手疼？我是否不该瞒着云峥？若你肯将一切跟我坦白，我可以既往不咎的。我只是觉得这米糕太好吃了。那你若爱吃，明天我再给你带。羲之，我许久未曾回陆府见爹娘了，我要回去待几日，也照顾好自己。云峥，老先生还请敬告贵人，3日后大昭寺，羲之恭候贵人大驾。襄王在与我重谢，但羲之背后的贵人是若，可前世他因着模仿沈哲胜的力气，在襄王面前这一世他伤了右手，还能拿什么做交易？等等，右手，难道沈家穗是故意的？襄王为何告诉我，顾女已得良医，像是引着我去查羲之一般。又为何会这么巧？说会提拔我去前世崭露头角的精卫所。
给我传信之人，当真是相忘。我真是蠢啊！安阳伯夫人未死，太子妃也未死，将军也未受到该有的责罚，次沈家岁都在，难道他同我一样重生归来？沈家岁，你我夫妻多年，你果真知我是谁？你笃定我就算猜到一线，也无法对顾惜之停止追查？小姐，这绣的是鸳鸯还是鸭子呀？我舞刀弄枪是一把好手，不会刺绣怎么了？阿喜，你来啦！岁岁，陆云真已经有所察觉，咱们如今传的信都已石沉大海。原本也没打算跟陆云真装下去，就是要让他知道，他痴恋顾惜之两事，最后反被利用殆尽。我要让他也尝尝背叛的滋味。本峰查到顾惜之近来与一妇人往来甚密，这是那妇人的住址，证据多半也在此处。今晚我就去寻个真相。小心行事。啊，对了，我先让你瞧瞧，今后你收到的帕子都是这个模样。鸳鸯戏水，我绣的这么丑，你都看得出？不丑，你绣的，我珍惜都来不及。这屋内气味如此刺鼻，定是为了掩藏证据。亏这妇人受得住，顾惜之何时有了这么忠实的女人？是他。岁岁，这是我姨母，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。我要随她回北地祭拜我爹娘，日后就不住在府中。好。前世顾惜之借口离府，其实被陆云真染在了京西别院。我还以为这妇人是他离府的托词，没想到竟真是他在北地的故人。东西定会藏在味道最浓郁之处。什么人？糟了，这房里味道太过刺鼻。怎地还会有老鼠？还好姑娘的东西没有坏。
得回证据确凿。顾惜之，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恨。不能打草惊蛇，我要让顾惜之和他背后之人付出代价。岁岁不会出事了吧？莫要担心，以岁岁的武艺，即使有事也能很快脱身。爹，娘，阿水，我什么都知道。岁岁别急，你慢慢说。前世证据确凿。前世因为顾惜之玩了一招偷天换日，是他爹顾长生与那莫国将领通信，里应外合，叛军叛国，恶有恶报。而他前世就是仿照了爹爹的字迹，脱下了顾长生的回信与那莫国将领的信一同交了上去。什么？不可能啊！不可能！爹。那顾长生不顾军令，追击敌军，就是想要置你于死地，而你只是失了一步，失属侥幸。兴许是老天也看不下去，才让他顾长生丧身战场。不可能！当时若非长生舍命救我，我不可能安然归来。当时我带人去救他。他不但为我挡了一刀，而且拼了性命为我断后，甚至最后一句话都是说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打宋朝就有希望。他竟真是为了救爹爹而死，真是人心难测呀！想来顾长生也未曾想过，到了最后时刻，又忆起了兄弟情，放了我一条生命。我沈征盛从军多年，拼着身家性命换来了百姓的安宁和家国太平。皇上心知肚明，谁都有可能叛国，唯我不有可能，却还置我们沈家满的性命于不顾，这就是我忠心的君王吗？阿雪，我想知道，一个王爷蓄意谋害忠良，证据确凿，是否就此与皇位无缘？若是，我便定计。岁岁，我知晓你的意思了，那你我便一同前往，再补一曲。王爷，探探四周有无耳目。终于找到你了，害死沈家的罪魁祸首。为何只有一封？民女担心，若悉数带来，一旦遗失，前功尽弃。此女做事周密，心机深沉，可用。剩下的信，拿出个章程来吧。民女希望王爷护陆家周全，重用陆云征。真没想到，顾惜之竟对陆云征还有几丝真情。那便如你所愿。听闻沈家穗将要嫁给江巡，此罪证若等他二人成婚后再呈给父皇，岂不是能一石二鸟？王爷英明，
瑞王。听说南郊御苑有一片极出名的腊梅岭，你可否为我折几枝腊梅回来？看来顾惜之是故意引我去见襄王，难道他是想见我，了解襄王的动向，好告知瑞王？他这般背叛我，是想登瑞王妃吗？赵姑娘的吩咐都带来了。妈妈，这些年实在是辛苦。不辛苦，只要姑娘过得好，我也就安心。这声音是前世顾惜之寻来摆脱沈家的假衣钵。羲之，云峥，你不是说回陆府多住几天吗？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我想你，别回来了。你方才在做什么？怎么如此慌乱？没什么，你回来了就好。我还以为你不要我。怎么会啊？你手上的伤还没好，把药喝了。羲之，你到底在瞒着我什么？这信是前世襄王给我的，所以前世羲之明知我在襄王手下做事，却还是越过我将信给了襄王。为什么？亏我重生归来，还想与你长相厮守，你对我真是虚情假意。就已有随风翻涌，岁月将人灼成霜。伫立在远处，不敢伸指触碰。爱是宿命一场漩涡，是情中风雨月相逢。阴谋阳测不入，红尘里相拥。距离岁月漫地沉重，夜色浓，一身若执着。回首一千种从佛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沈家穗和江璇的婚事提前了，就在今日。江大人才刚定完亲，就如此迫不及待迎娶娇妻了。若想逼瑞王出手，唯有跟江璇早日成亲。好在已订婚多日，这亲事并不匆忙。小姐，你真好看，你就是全京城最美的新娘子。
谢谢，娘给你梳头，一梳到尾，相信到白头。把梳到白发齐眉，一一共守岁。三生梳到儿孙满堂，天能永相随。娘，谢谢，该上洗脚。现下便问问沈小姐，秀芷是否有这个资格？从今往后，朝暮成双，寒暑共我，与沈小姐岁岁长相乐。请沈将军放心，沈小姐至于修止，高于生命，与信仰同在。启程入洞房。岁岁，该喝合卺酒了。冰土般假装心意淡然，多少在此绪辗转，是顾盼多不还。相随你与这日常客伴，眼看你袖斗火阑珊。岁岁，终于娶到你。拥抱熙然。莫要再勾我了。怕什么呀？路上说就是眼睛一闭一睁的事儿。书里骗人。骗人的书都撕了。少爷，不好了！皇上急召，让您入宫。阿勋，该来的还是来了，看来他们是一刻也等不得了。无妨，很快就会结束了。我要见沈家岁。为何？你要认错、道歉、忏悔，还是求饶？
沈家翠什么都告诉你了。陆副指挥使，我还急着进宫，赶着上车了。指挥司那几封信，果真是你中沈家翠假借襄王的名义给我写的？是。你们究竟想逼我亲手杀了顾惜之吗？你想见岁岁，是真心知足，还是良心难安？想求得他的谅解？既然沈家翠已经离开了，那我就没什么不能认输。上辈子最合伙就是襄王，而这辈子是瑞。不管是谁，只需要将信件回去，沈家的劫难自然迎刃而解。我可以帮忙。陆公子，你对自己可真是宽容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都肯帮忙了，沈家翠要怎么样？要我永远在偿还心？若我告诉你，无论前世或今世，顾惜之追随的只有瑞王，都在替他做事。这不可能！襄王上辈子铲除了沈家，定会立为储君，而我班师回朝，是名扬天下的少将军，前途无量。顾惜之为何要？沈家可是清白的，沈家被除，瑞王只需帮忙平反，少将军又如何？你的下场只会跟襄王爷一样。所以，就算我没给沈家翠同归于尽，我也会和襄王一样被生生刺死。可今时还是今生，顾惜之都毫不留情，要置我于死地。少爷，皇宫到了。陆副指挥使，该下车了。荒唐，真是荒唐！世子，你可知刚刚纯妃就在朕的面前指证，赏花宴谋害太子妃一事是香儿做的。皇上，纯妃许是承蒙皇后娘娘当年的恩情，才会大义灭亲。纯妃被褫夺妃位，迁至安堂；香儿被削去王位，禁足王府。你说，朕的储君之位是传给叶儿，还是老儿？臣不敢妄言。陛下，瑞王爷求见。是。宣瑞王爷觐见。父皇，此乃沈家养女顾惜之举发，沈征胜与陆荣楚通敌叛国之罪证，他竟背着我大圣与敌国书信来往，其心可诛。啊！吩咐下去，将定国将军府和昭阴将军府围住。发生何事了？沈家穗，陆云征，你可知瑞王爷刚刚进宫面圣？这御林军就是去捉我和你爹。你胡说什么？通国叛敌的书信与我爹何干？世人皆知陆伯伯与我爹爹交好，这瑞王爷想要对沈家动手，难道还能放过你陆家？如今圣朝掌管兵权的可是陆伯伯。陆云征，你还不明白？你还没放下那个前世吗？这一次通敌叛国的罪名，可是我沈家与你陆家瞧瞧，针扎在自己身上，才终于觉得疼。想必阿玄已经提醒过你，该做什么，不需要我再教导。沈家穗，你和将军可真是难办，你什么时候变得会如此色气人心了？
从你远征北地，无视我沈家满门遭难之时，我四处奔波求情，尝尽人间冷暖，早就不是你认识的那个只会舞刀弄枪的粗鄙女子。陆云峥、顾惜之和陆家，自己选。顾姑娘，王爷派属下来接你。陆大人，来这儿。顾小姐，这是何意？看来你对王爷毫无信任。大人恕罪，我手无缚鸡之力，避免王爷过河拆桥，只能小心谨慎行事。顾惜之，这会儿多亏了你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这人伤不了你。沈家岁，顾惜之，你敢算计王爷？我没有。居然早已和沈家串通，难道你给王爷的信有问题？你还不蠢吗？哪里跑！顾惜之，别来无恙啊！顾长生的信任。顾惜之，你要做什么，我早已知晓，一切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。沈家岁，你为了帮助将军扳倒瑞王，竟然拿沈家满门去赌！爹干娘知道你为了一个男人这般……干爹干娘，你还真有脸犟！如今瑞王爷的暗卫已经知道你我二人关系匪浅，无论事成与否，都活不成。你说，我若是断了你的手脚，你就别想着跑了。云峥救我！沈家虽然杀了我！啊！云峥，杀了沈家岁救我！瞧瞧，一旦有翻身的机会，顾惜之第一个念头便是让陆云峥杀了我。陆云峥，你知道书信藏在哪？抓紧时间吧。云峥！你是什么时候知道？半月已去。云峥，你若走了，沈家岁一定会杀我。他要的就是那两封信，拿走了我便再也没有价值了。你骗了我这么久，活该！顾惜之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杀你，一切还未到清算时。参见圣上，看看这是何物？分明是有人刻意模仿微臣的字迹，诬陷微臣呐！圣上，微臣纵马半生，为皇上鞠躬尽瘁，万万不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。圣上，沈将军绝无可能叛国呀！看看你俩，就是一丘之貉，求圣上明鉴。圣上，两位将军是清白的。国有国法，朝有朝规。江大人就算是想添土越账，也要打出来个正理。王爷，明确定小心真的自己可莫要被顾惜之蒙骗弟兄。
我呈上的是沈将军亲笔信，何谈文笔？陆云征求见。选。圣上明鉴，家父与沈将军是无辜的，通敌叛国者并非沈将军，而是已逝的顾家。身。陈呈上的信件，正是顾长生与敌国往来的真正信件，信纸、笔墨皆莫国独有。圣上若不信，可以着人明鉴。老儿还有何话说？父皇，是蒙骗了。瑞王禁卫陆遥求见。圣上，王爷，方才属下奉王爷之命去请那顾惜之来作证，却瞧见他与沈家穗姊妹情深，这信恐怕有假啊！没错，父皇，儿臣这才想明白，那顾惜之既然与沈家关系密切，故意让儿臣呈上这假书信，一切都是为了扶持将军。三弟因赏花宴一事，刚被父皇下令终生幽禁，儿臣如今也身陷泥沼，剩余处境人选只有叶儿。可叶儿尚且年幼，又任将军为师，对其言听计从。将军此举，就是为了挟幼子以令诸侯。秀芷，你怎么看？回圣上，王爷所言实乃一派胡言。臣妻爱憎分明，快意恩仇，且与顾惜之关系恶劣，不可能与顾惜之串通。江夫人沈家穗民女顾惜之求见。圣上，民女状告顾惜之藏匿其父顾长生通敌叛国之罪证，陷害忠良，混淆是非，请圣上明察，还沈陆两家一个清白。圣上明察，老西之事无可辩驳，但民女伪造信件之事，也是见不得沈家他们构陷皇子，算计圣上。沈家自诩忠良，死者结党营私，帮扶将军。沈家早知民女会将信件交给王爷，非但不阻，反而推波助澜。他们就是要今日圣上与王爷父子不和，好叫将军得逞。将军，臣算君可谓谋逆，还请圣上明察。没想到这顾惜之竟想与沈家同归于尽，倒是帮了我大忙。好一个颠倒黑白！王爷，臣妇斗胆问你，既然您知道顾惜之用通敌叛国之书信蛊惑你，为何迟迟不肯将书信交给圣上？拖延至今，莫非是想等臣妇与江大人成婚，好将两家一网打尽？胡言乱语，妄加非策！知道构陷本王是何等罪名？圣上，今日之局势，在臣妇看来已然十分明了。瑞王爷想倾沈家一门之血，献购附近将巡，目的在于储君尊位。圣上，臣问圣上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，而圣上至此，却拿沈氏满门的性命为棋，太让臣心寒胆裂了。求圣上，看在君臣多年情谊的份上，还我沈家清白公道，以正朝纲。老二还是太过没用了，竟被人逼到这种地步。老二，事后清醒，如实道来，否则我就命人撬开顾惜之的嘴，听听何为真相。父皇，虽然书信是假，但亦无证据证明儿臣与顾惜之串通。你为何偏信沈家妇女，苛问儿臣？放肆！这也是为了什么？为了筛选出合格的储君人选吗？若不是你当年答应要把储君之位传给儿臣，后来又出尔反尔给了大哥，儿臣也不会机关算尽。本就是属于我的位置，我为什么同他们讲？赵怀郎，简直胡言乱语！是否胡言乱语？父皇心里清楚。若你早就内定大哥之子做储君，就莫要让儿臣与三弟斗得你死我活。父不慈则家生乱，君不明则国生祸。
您一再试探考验我们是否配得上这个皇位，就活该落得个妻离子散、众叛亲离！混账！父皇要杀我！父皇竟然要杀我！臣等告退。孽子！哎呀，没想到竟然惹出这样的事儿。哎，岁岁，瑞王败局已定。此番保下沈家，也算是了了我前世的夙。阿寻，我们回家吧。放开我！云城，救救我！你可知我费尽心思想想要求儿什么呢？爹，云峥，同爹一起去北地征战沙场如何？好。陆公子见完了人就唤奴才一声。我就知晓你会来见我。你昨日说的那番话，就是为了引我前来。是，但你还不是放不下我，来见我这最后。云峥，那句话是我留给你的台阶啊。羲之，我要去镇守边关了，你我就此别过吧。云峥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留我一个人。云峥，你带我走吧。我承认我之前确实是有私心，但在沈江岁到我手之后，你对我无微不至，我便后悔了。瑞王那边我开拓不了，想将一切都告诉你，又怕你离我而去。我跟瑞王求的是，托你陆家周全，我重用你啊！羲之，来不及了。你说，我这颗心确实是你我之间走到这，就此止。明明昨日我们才约定好了要上阵父子兵的，我不得死，不得死！陆公子，来人啊，快请御医！好。你相信前世今生吗？沈家岁，你猜到我不会甘心就此孤身赴死，
故意给我留了一把刀，但人心似海，岂能让你次次都料事如神呢？圣上龙颜大悦啊，对你的提议非常好。张儿，张儿，张儿，张儿！爹，对不住，儿辜负了你。雨衣呢？江大人，你会医术，能不能救救我儿？是我自私自利，我就是该死，一并地。再没有下辈子了，张儿。张御医，伤口是否不算闪？是的，这些你怎么会知晓？观其伤口，凶器应是一把簪子。出手之人大抵从一开始就没想过取陆公子性命。这伤口确实不算深，簪子不动便好，簪子一动，这……是啊，若是没有拔簪子，应该是伤不到性命。这算什么？西之明明要拉我同归于尽，最后却又牺牲不忍。他不是不爱我吗？御医，我儿如何？将军，请恕下官无能为力。长儿，长儿。如今宫中形势如何？传闻那日圣上盛怒之下，戳中润王爷心口，触及心脉，圣上则怒击攻心，晕倒在地，患了中风之症，口不能语。如今传位诏书已下，继位的是皇孙殿下。一切终算圆满。我想，岁岁或许想要知道结果。顾惜之还是留守了。果然，顾惜之对陆云峥动了真心。既然他们二人两世情缘，纠缠不清，索性就由他们决定彼此的生死。可这死法，我是刻意为陆云峥重现了前世的死。就算顾惜之最后留了手，他也会因为恐惧而挣扎、爬行，最后血流不止。这是我为他二人定下的同归于尽的死局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今日乔迁大喜，新家落成，咱们回去喝酒去。好。这院子这么大，刚好方便我练枪。那是特意为你考虑的。阿雪，今晚的月亮好圆啊！遇见你，我何其有幸。该说这句话的人是我。从今往后，我只愿与你岁岁春欢。此刻像是无声抵过千言，此一世唯与你才算做成全。